大家好，我们是牛爸兔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Get Inside》这本书。这本书的前10章呢，是讲 Dr. Becky 的10大育儿原则。上一期呢，我们爸讲了一整期25分钟，只讲了序言加第一个原则 Get Inside。今天我们就按顺序来讲第2到第5个原则。在讲到第5个原则的时候呢，作者探讨了好家长的定义。对于我吼小孩了，那我还算是好家长吗？这个问题，他给了一个非常打动我的回答。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好。Dr. Becky 的第2个原则呢是 Two things are true， 真相不止一个。其实就是说呢，我们的生活不是非黑即白的。当一个房间里有2个人的时候，就会有2种不同的感受和视角。我们如果在自己的视角之外也能接受别人的视角，那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就能变得很好。但如果我们想要说服别人只有我的感受是合理的，那我们和别人就只能渐行渐远。是挺有道理的。其实这个理念在任何的人际关系中都适用吧。对，比如作者就举例说，一对很著名的婚姻关系专家提出了一套广受认可的婚姻理论，其实就是成功的婚姻靠的是可以接受2个人的视角都是合理的。在职场里也是一样的，一个好的领导肯定能让下属觉得他自己的感受被认可和接纳了。对，这个道理应用在亲子关系上，就是我们家长得让孩子感受到你接纳他的感受。比如你可以坚持不给小孩看电视，但同时你得接纳小孩生气的情绪。为了论证这一点呢，作者举了一个成年人的例子。比如说，你今年工作非常努力，表现非常好，你老板很早就跟你说了，年底会给你加薪。但是当年底考核的时候，你老板跟你说，今年公司业绩很差，准备裁员，你不会被裁，但是加薪肯定是没戏了，等明年吧。听了这个你怎么想？来 PUA 你的。你的感受可能不是唯一的。首先，你很不高兴，但同时呢，你不会被裁，你可能也挺高兴。行吧。这2个矛盾的感受是可以共存的，这就是作者说的真相不止一个的一种体现。真相不止一个的第2个体现呢，是你的感受不会改变你老板的决定，同时你老板的决定也不会改变你的感受，但你们2个人的立场都是合理的。矛盾的对立统一，就是感觉好理论。对，这个书就是这样，很枯燥。但是假如说你的老板是只考虑自己立场的人，那他看到你不高兴，他就会很生气呀，他就会觉得我都没把你开掉，你怎么还不感恩？你会怎么想？那就翻白眼算了，翻个白眼就过去了。那大家人都是不一样的嘛。作者说呢，可能有2种人，要么呢他向内攻击，你可能会转向怪自己，我怎么那么自私啊，我怎么那么不知足。要么呢你就向外攻击，转向怪老板，他怎么那么不守信用，然后我就会讨厌我的老板，没动力好好干活。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老板知道真相不唯一，他愿意接纳和认可你的感受，他对你说，我真的没办法给你加薪，我知道你很失望，我要是你呢，我也一样会很失望。那可能这一句话就让你释然了。他没有给你加薪，甚至也没有给你道歉，你可能就觉得也还行，然后这件事就翻篇了。我觉得是的。作者接着呢举了一个亲子关系的例子，我觉得挺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说呢，比如外面很冷，你对小孩说，你必须穿上外套才能出去玩，你觉得牛牛会怎么说？我真的不想穿，我就是不想穿。真的很像牛牛说话。现在就是有2个立场，如果我们能有2种立场都成立的心态，就可以把这个问题从我对抗你变成我们俩一起对抗问题。比如呢，家长这个时候可以对小孩说，现在呢有2个立场，妈妈的立场是外面太冷了，你不穿外套会冻着的。你的立场是你觉得你想自己来做决定，
你觉得你不会冷，对吗？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一定可以想出一个我们两个都能接受的方案。那小孩可能会说，那我们就带个外套出去吧，冷的话我再穿上。妞妞很可能这样说。家长如果愿意接受呢，就可以说，好主意。但是如果现在外面就是贼冷，风贼大，家长就是觉得小孩得穿衣服才安全，那家长可以坚持穿衣服的决定，但是你要接纳小孩的情绪。你可以说，我知道你想自己做决定，妈妈安排你的感觉你很不喜欢，可是外面太冷了，你得穿衣服，但是呢，你有权利觉得不高兴。我得理一下，这个例子挺好的。那他说的两个东西共存具体是怎么？你可以总结一下吗？两个东西共存就是我的想法是合理的，你的想法也是合理的，但是你的想法不能改变我的决定，但是你有权利不高兴。就是妈妈的决定是合理的，小孩的情绪也是合理的，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好，这就是第二个育儿原则啦。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三个原则 ，Know your job， 了解你作为家长的职责，也了解小孩在家庭里的职责。作者说呢，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职责。父母的职责呢，是保护孩子在身体和心理上的安全。安全的优先级是排在让小孩快乐和让小孩对我们满意之前的。而孩子的职责是通过尝试各种体验和表达他们的感受来探索这个世界和学习知识。首先，家庭这个系统要运转良好的话，就得每个人各司其职，谁都不能越界。比如设立规则这件事是父母的工作，小孩就不能去插手。同样，表达感受是小孩的工作，父母就不能去决定小孩应该有什么感受。还有工作了呢。是呀，这本书有点理论哈，但仔细一想，我觉得是很有用的。比如说，如果小孩在哭闹，你就想他只是在履行表达自己感受的这个职责，那你是不是就不会生他气了？你就很容易接纳他的感受啊。你还可以夸他，你是个好孩子，你工作完成的好用心哦。那如果妞妞想要设立一个规则，他有这个权利设置这个规则吗？比方说，他说这个玩具是我玩，怎么样？可以啊，可以啊，这又不涉及安全。不涉及安全。保证小孩安全是家长的目标。作者提了3个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第一个方法是设立规则，比如我们不能让小孩子看恐怖电影，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会被吓到。如果小孩非要看，我们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的工作是保护你的安全，你还太小，还没有发育到能保护自己。那小孩为什么还做不到保证自己安全呢？作者在这里引用了另一本一个神经精神科医生和一个心理治疗师一起写的书，叫 The Whole Brain Child。 这本书也很有名，我们以后可以讲。这本书呢，把人的大脑比喻成一个2层小楼，楼下的大脑掌管本能，比如呼吸，比如情绪和冲动。楼上的大脑呢，负责理智和控制，比如做计划啦，做决定啦，控制自己的情绪啦，以及和别人共情啦。楼下的大脑呢，在人类的幼儿期就已经盖完了，而楼上的大脑呢，一直到20多岁还在盖。所以对孩子来说，他现在情绪里没有能力自我调节，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定，是非常正常的。他这个决定是指的关于自己安全的决定吗？就是他情绪失控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你情绪失控了，你被情绪操纵，你就做不出来正确的决定，可能是安全，也可能不是安全，就发脾气嘛。在这个2层小楼里，父母的任务就是去做那个连接1楼和2楼的楼梯，帮小孩把楼下大脑的情绪和楼上大脑的理智连接起来。设置规则就是达成这个任务的方法。举个例子啊，牛牛和图图一起玩，玩着玩着抢玩具抢起来了，家长赶紧说啊，别抢了，别抢了。这个不是设立规则。家长上手把2个小孩分开，说不能打，这是设立规则。具体来说呢，就是设立规则不是我们告诉小孩不要做什么，而是我们告诉小孩我们会做什么。我们对小孩说别抢啦，这其实是要求小孩做父母的工作，他做不到啊。
不是因为他故意的，是因为他2楼的大脑还没发育好。你这样要求他，他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失控。为什么呢？因为你传递给孩子的信息是，妈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得靠自己把自己调整好。那他就会觉得啊，我这个问题太大了，我爸妈都控制不了，他就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只能进一步失控。这个时候，如果你直接给他俩分开，他其实会觉得很安心。我们现在讲的设立规则，这是一个保护小孩的人身安全的方法。作者接下来提出了接纳和共情，这2个呢是保护小孩心理安全的方法。接纳就是说，你很难过，妈妈看见了，你的感受是真实的，你可以难过。而不接纳呢，就是说，你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呀？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你怎么这么敏感啊？你听过没有这种话？听过。你也听过啊？我小时候不知道听过多少遍。男孩也会听吗？反正很耳熟。你要说在哪，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共情呢，就是理解和体会小孩的感受。被共情的小孩呢，会觉得爸妈跟自己站在一起，好像爸妈在帮助自己分担情绪上的压力，也会更容易觉得自己的本心是好的，他就更容易去做出改变。那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就会变强。比如呢，以前牛牛会去抢图图的玩具，但是呢，现在他会来找我们，跟我们说，我想玩图图手里的玩具。他在说，但他没有动手去抢，这就是他调节情绪的能力变强了的表现。我听懂了。这里面父母的职责就是，首先是保护孩子的身体健康，是设立规则；保护孩子的心理健康，是去接纳孩子的情绪，和孩子共情。好，这就是第3个原则啦。第4个原则是 The early years matter， 小孩的早年经历非常重要。有一种说法是说，小孩3岁以前不记事儿，你有听到过吗？我是听到过不止一个人这样说吧。作者呢说，一个人可能无法用语言来回忆婴幼儿时期的具体事件，但他的身体会记得。他们从出生开始就通过和父母的互动来学习，我是谁，我怎么做能得到爱，我做什么会有危险。比如，如果一个小女孩经常听到她跟你开玩笑呢，你怎么那么敏感，那她很小就会学会自己的感受是错的，是不重要的。如果一个小男孩从小就被说哭什么哭，不许哭，那这个小孩就会觉得哭等于软弱，会被看不起。他们长大以后不一定记得这些具体的事儿，但是他们的身体早就把这些信息内化了。有道理。作者呢讲了2个心理学上的理论来支持这个论点，这2个理论是依恋理论和内在家庭系统理论。依恋理论呢，就是说婴儿刚出生就有一个跟他的照顾者产生依恋的本能，这是人类为了生存而产生的进化机制。一个小孩和照顾者结成的依恋关系越紧密，他获得资源和保护的几率就越大，那他活命的几率也就越大。所以呢，小孩为了和照顾者形成尽可能紧密的依恋关系，他们会根据照顾者跟他们的互动来塑造自己。在这儿呢，作者举了个例子来解释父母和孩子的互动是怎么影响依恋关系的。比如，小孩早饭的时候哭着喊着想吃冰淇淋，如果父母的反应是你哭什么哭，不能哭，再哭我不跟你说话了，回你自己的房间去，不哭了再出来，那小孩形成的依恋模式就是我不能提要求，我必须得听话，别人才愿意跟我待在一起。在这种处境里的小孩，他会想办法压抑自己的感受，而他的办法很可能是自责和羞辱自己，时间长了他就更容易自我厌恶和自我封闭。如果父母的反应是宝贝，我知道你想把冰淇淋当早饭，但是它不能当早饭，不过呢我也理解你那么想吃却吃不到，肯定很难受啊。那小孩形成的依恋模式就是我有想法可以说，我有要求可以提，我可以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虽然这种场景下小孩可能不会马上停止哭，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处境里的小孩更容易接纳自己，也更愿意去跟别人建立联系。我想想，挺有道理的。
你接纳小孩的情绪，小孩才会接纳自己的情绪。对，你都不接纳他的情绪，他会否定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这个危害还挺大的。对，可能有人听到这里会担心这样做会不会溺爱小孩，把小孩养得很脆弱。作者在这里提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悖论，就是小孩越觉得父母可以依赖，他们就越独立越自信。其实很简单，当一个小孩相信父母可以依赖，那家就是他们的安全基地，他的心里就会很有安全感，那他就越能放开了去探索世界。我个人觉得不用担心会溺爱小孩，你最后给不给他吃冰激凌是第二步，但是接纳情绪永远是第一步。对，第二个理论呢是内在家庭系统理论，它是说人呢不是铁板一块，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面。比如你可能在熟人面前就是活泼开朗，陌生环境里就很内向，可能你在工作上非常的自信，但在社交场合呢就畏畏缩缩。这不我吗？这也是我。你有的时候勇敢，有的时候焦虑，有的时候自信，有的时候胆小，这都是你，你就是这些所有面的总和。而这些面呢，没有好坏高下之分。如果我们能察觉到自己的每一面，进而接纳自己的每一面，那我们就可以在各个场景里面都很舒服自在。把依恋理论和内在家庭系统理论联系起来，就解释了小孩很小的时候，为了和照顾者形成尽可能紧密的依恋关系，会尽可能展现照顾者喜欢的那些面，和尽可能压抑照顾者不喜欢的那些面。他的意思是，假设爸爸妈妈是不同的人，孩子对爸爸和孩子对妈妈可能还不一样。很有可能啊。我觉得牛牛应该差不会了，即使他才2-3岁，他就和爸爸妈妈可能相处的方式是已经有些不一样。所以说呢，早年的经历很重要。一个人能不能接纳自己，是喜欢自己还是厌恶自己，能不能坦然接受失败，能不能坚定维护自己的权益，能不能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能不能和别人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所有这些对人的一生有至关重要影响的心理品质，都是由早年的经历决定的。等一下，我们还是稍微总结一下，因为理论比较多。聊的比较发散了。这本书就是很多理论。能先问你个问题吗？刚刚那个很多面的那个理论和早年经历很重要的有什么关系？它就是说你有很多面，所以呢，小孩会压抑自己的一些面，然后呢，去发展一些你喜欢的那些面。它就是为了支持这个论点。所以早年经历很重要，是因为孩子会发展一些面，然后压抑一些面。那如果你压抑了他好的那一面，就对孩子成长有影响。你压抑他哪一面都会对他有影响。人家说了，每一面都是没有高低好坏之分的。要接纳每一面。对，你接纳他每一面，他也接纳自己每一面。只要他能在小时候能接纳自己这些各个方面，他长大了那个性格就能健全一点。这个意思。对，差不多。好，终于来到了最后一章 ，It's not too late， 永远都不晚。这是这一期最打动我的一章。作者说呢，向他咨询的家长呢，问他最多的问题是：我是不是已经太晚了？我的孩子已经3岁啦，你不是说3岁以前最重要啊？我的女儿已经16啦，我是不是已经没有机会了？甚至有人会说，我已经是奶奶了，但我真的很后悔，要是我当年是这样养我的小孩就好了。作者每次都回答呢，不晚。为什么说不晚呢？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大脑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我们的大脑非常聪明，当它发现旧的模式不适用了，它自然而然就会发展出新的模式。在这里呢，作者提出了一个心理学家证实的现象，就是在不安全依恋关系里长大的小孩，在和心理治疗师培养出安全依恋以后，可以重塑自己的脑回路，提升调节情绪和应对压力的能力。那如果心理治疗师都能改变依恋关系的话，家人就更可以啦。只要父母愿意修复关系，那孩子的脑回路就一定可以改变。这一点呢，我是非常赞同的。我已经30多了，我是在有了小孩之后才发现，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责骂和羞辱自己，
我才意识到啊，原来我的脑回路在童年时期是被那样形成的。那之后呢，我就非常有意识的去改变。我的方法呢，就是我怎么对小孩，我就怎么对自己。我要像爱自己的小孩那样去爱自己。很快我就摆脱那个羞辱自己的模式了。我30多了，我的脑回路都能改变，小孩子就更容易了。我同意。我刚意识到它和讲的第2个原则有点关系。假设你和你的自己的孩子关系不是特别的好，说明你可能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问题，没有接纳他的情绪。但只要你愿意做出这个改变，站在对方立场去想问题，那马上就会越走越近。所以是永远都不算。我想到第2个原则。是啊，作者在这里又举了一个论证。他说，神经科学家早在1970年就发现，在缺乏回应的环境里成长，大脑会萎缩；而在刺激丰富的环境里成长，大脑就会生长。如果环境发生变化，那么大脑也会变化。他又说，有一项近期的育儿研究发现，不论小孩是2岁还是11岁，只要采用的方法适合小孩的年龄，那么育儿产生的效果在不同年龄段都是一样的。这个结论就是非常的振奋人心，支持了永远都不晚这个观点。世界上呢，没有完美的父母，所有的父母都有没做好的时候。可能你没忍住吼孩子了，可能你太累了，对孩子不耐烦了，那你还是好父母吗？作者在这里说，真正决定我们是不是好父母的，不是我们时时刻刻完美，从来不失控，而是在这些失控之后，我们有没有去修复和孩子的关系。他在这儿又举了一个例子，假如说你做了一天牛马，下班回到家，看见孩子偷吃零食，你忍不住冲他大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我真是把你惯坏了，你怎么那么讨厌呢？我还没吃呢。听到你这么说，孩子哭着喊我恨你，跑回了房间。那你想，孩子现在一个人在房间里，他在经历什么呢？就难过呗。他很小，他现在被排山倒海的情绪包围着。他因为就是想吃点东西，就被最新来的爸爸妈妈责骂。他可能很难过，很困惑，很没有安全感。这个时候呢，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有些小孩呢会自我怀疑，有些小孩呢会自责。选择自我怀疑的孩子呢，会否定自己的感受，告诉自己妈妈其实没有吼我，就是我记错了。选择自责的孩子呢，会告诉自己就是因为我太坏了，妈妈才骂我，只要我听话变成好孩子，妈妈就又会爱我了。这2种脑回路都不是我们希望孩子形成的。所以家长采取行动去修复关系，就是最重要的。那怎么修复关系呢？你得去诚恳的跟孩子聊发生的事儿。首先呢，你不能不聊那件事儿，因为你不想让孩子给自己洗脑说这件事儿没发生。这不亚洲父母想多。吃饭道歉等于吃饭。你可以跟孩子道歉，诚恳的分享你的后悔，你的反思，你下次打算怎么改。而且你要告诉孩子，你失控是你的责任，不要暗示是孩子做的不好才逼你这么做的。作者甚至提供了例句，他说你可以说我没有控制好情绪，是我的责任，把它控制好也是我的责任，我做的不好不是你的错，你也没有义务想办法帮我控制情绪，我爱你。这样做呢，不仅让孩子感到安全，把孩子大脑中对于这件事的记忆变好变温柔，同时呢，也是你身为父母在给孩子以身作则。孩子看见你在为自己的失控负起责任和做出改变，那他自然也会向你学习。读到这儿你怎么想？这说的没错，没问题。我觉得他写的很理论，其实呢有一点枯燥，但是真的很打动我，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既朴实无华又无比重要的道理。咱们其实都有经验，我们和自己最好的朋友难道从来都没有矛盾吗？咱们2口子也一样会吵架，吵架其实没那么伤害感情，真正伤害感情的是吵架之后双方怎么处理的，你不觉得吗？我觉得吵架伤感情。
但我不否认，就是如果你真的吵架了之后处理是很重要，这个是没问题的。这和养小孩不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吗？唯一的不同是，养小孩是一个大人和小孩的关系，那大人有爱小孩和给小孩以身作则的义务。好，这就是这本书第5个育儿原则啦。这一期就结束啦，我们下一期再见啦。